在翻开那本写满兴亡二字的东方史册时，你会看到一个冰冷的轮回。每隔几百年，那个庞大的帝国就会因为积重难返而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崩塌。当大厦将倾，当所有人都在抛售筹码，总有一些人会逆着人流站出来。1600年后，土木堡之变是兵部尚书于谦凭一己之力为大明强行续命200年。900年前，崖山海战是丞相陆秀夫背起幼主，纵身跳入大海，完成了那个时代最后的殉道。再往前，蜀汉灭亡是大将军姜维在绝境中策动诈降，用生命践行了既未定而死的最后悲歌。他们明知道大势已去，明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是一把注定要折断的剑，但他们依然选择站出来，去替换那根已经腐烂的顶梁柱。我们的文明从来不缺少这样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孤臣。而这种宿命的源头，那个最初的最孤独的样本，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章邯。把时间轴拉回到公元前209年，这不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危机，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文明的生死劫。此时的秦帝国就像一艘正在沉没的巨轮，掌舵的始皇死了，继位的胡亥疯了，掌权的赵高要做内鬼，甲板上挤满了愤怒的造反者，正规军团远在天边，而章邯仅仅是一个管账本的少妇。他看着这台自己参与搭建的机器即将解体，出于一种本能，他站了出来。他要用手里仅剩的70万个废品骊山行图，去对抗关东6国积攒了数百年的复仇怒火。这是一场注定没有归途的逆行，也是大秦帝国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度体温。骊山图多，请射之，受兵已击到。22年的冬天，原本应该固若金汤的函谷关像纸一样脆弱。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场失控的洪水。周文的大军已经冲到了溪水，咸阳宫的窗户里甚至能闻到兵戈的铁锈味。帝国的主力军团此刻都远在天边，系统显示兵力为0。在满朝文武的惊恐中，章邯看向了骊山，那里有70万个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囚犯，他们是帝国的废弃资产。章邯向皇帝上了一道极其大胆的奏章，他请求赦免这些仇恨大秦的人，把手中的铁且变成长戈，把他们变成帝国最后的城墙。这是一次用国运当筹码的豪赌，但也是大秦这部战争机器最后一次展现它的魔力。70万刑徒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编码成了虎狼之师，他们没有军饷，没有信仰，驱动他们的只有秦法最底层的逻辑：杀敌免死。战斗的过程没有任何美感可言，就是纯粹的暴力宣泄。细水之战，周文的几十万大军被瞬间冲散，那些刚刚拿起锄头造反的农民根本挡不住这群为了求生而拼命的亡命之徒。章邯没有停歇，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监工，驱赶着这70万人向东推进，破曹阳，杀周文，进荥阳，斩李晷。这是一条用尸体铺出来的路，每往前推进一步，章邯头顶的爵位就高一级。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定陶之战是章邯职业生涯的顶点，也是大秦帝国最后的高光时刻。那个不可一世的楚国名将项梁，那个高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复仇者，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被章邯彻底击灭。秦军衔枚疾走，发动夜袭，没有呐喊，只有刀锋切入骨肉的声音。项梁战死，这一战把反秦联军的脊梁骨打断了。捷报传回咸阳，昏庸的胡亥和阴毒的赵高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系统已经修复了，他们以为只要杀人够多，天下就依然兴赢。但章邯笑不出来，他站在定陶的尸堆上，望向北方，他比谁都清楚，帝国已经空了，他手里的这支军队是最后的一点家底。如果这支军队打光了，大秦就真的完了。而就在黄河的北岸，一个真正的怪物正在渡河。项羽乃西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赠。这是大秦国印的终点站。章邯站在极远的高地上，俯瞰着战场，他的布局堪称完美的军事工程学。他和王离一南一北，互为犄角。王离率领长城军团围攻巨鹿，负责攻坚；章邯率领骊山军团驻扎极远，负责断后。中间是一条漫长的甬道，源源不断地把粮草输送给王离，这是一套严密的战略闭环。王离的长城军团是蒙恬留下的遗产，他们排出了大秦最经典的黑色方阵：长戈如林，盾牌如墙，弩机上膛。这是一台精密的杀戮机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任何血肉之躯能正面撞开这堵铁壁。按照军事逻辑，对面那支只有3天干粮的楚军会被这堵墙活活耗死。
但是章邯看到了他这辈子做梦都会惊醒的画面。楚军没有列阵，他们像一群发狂的野兽，咆哮着冲向了秦军的军阵。而在最前面，那个骑着乌骓马的男人，他像一颗烧红的陨石，硬生生撞进了黑色的铁壁。大秦厚重的巨盾在他的长戟面前不堪一击，他无视任何战争逻辑，带领骑兵在秦军的军阵里左冲右突，无往不利。秦军的战车被掀翻，秦军的阵型被撕裂，楚战士无不以当时巨鹿城下杀声震天。那不是人类的声音，那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鬼的咆哮。秦兵是为了爵位而战，是为了求生，但对面那群楚人是在求死。章邯引以为傲的计算彻底失效了。9次冲锋，王离的长城军团被硬生生的嚼碎了。苏角战死，射箭在军帐中点火自焚，王离被生擒。大秦最锋利的那把刀断了。章邯看着远处冲天的火光，手脚冰凉。他终于明白，那个男人是专为毁灭大秦而生的。这套靠军功爵运转了100年的战争逻辑，在绝对的暴力面前变成了一个笑话。留3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战场输了还可以退，真正杀死章邯的是来自背后的刀子。前线在流血，咸阳在诛心。赵高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解释天下的混乱。一封又一封严厉的诏书在责问章邯为什么不进兵。章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述职，希望能当面解释前线的困境。司马欣在咸阳宫门外站了3天3夜，赵高避而不见，这是一种无声的判决。司马欣是个聪明人，他连夜逃回了军营。他对章邯说了一句实话：将军，赢了是死，输了也是死，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你在前线拼命维护系统，系统却把你判定为病毒。陈馀给章邯送来了一封信：白起为秦将，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今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地千里，进斩扬州。白起立下泼天大功，最后被皇帝赐死。蒙恬守了半辈子长城，最后被皇帝杀头。大秦的功臣从来没有好下场。那么章邯将军，你觉得自己能活吗？章邯坐在军帐里，听着外面的北风，他终于明白，大秦已经不是那个赏罚分明的大秦了，他变成了一头只会吞噬自己人的怪兽。楚军夜击坑秦族20余万人，新安城南。公元前207年的夏天，在殷商的废墟上，章邯低下了他高傲的头颅，他向项羽投降了。这一跪掉的不仅仅是秦军的尊严，更是大秦帝国最后的一道屏障。随着章邯的投降，通往咸阳的大门彻底敞开，历史进入了更加黑暗的倒计时。章邯想保住这20万兄弟的命，他以为投降就是止损，但他低估了历史的残酷引力。几个月后，在新安城南的那个深夜，这20万即便投降了，也依然令人生畏的秦军战士被项羽一夜之间坑杀，那是地狱般的一夜。土层之下埋葬的是20万个家庭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也是大秦帝国最后的元气。章邯活下来了，被封为雍王，但他灵魂的一半已经永远死在了那个坑杀的夜晚。而在咸阳，那场闹剧也到了终章。赵高杀死了秦二世，试图自立，却发现根本没人支持他，反被子婴设计诛杀。最后继位的子婴，那个在大厦将倾时试图做最后一搏的年轻人，在即位仅46天后，系着白绫，捧着玉玺，跪在了咸阳道旁，等待他的不是宽恕，而是项羽的一把大火。阿房宫烧了3个月，大火烧掉的不仅仅是金银财宝，更是商鞅变法以来那个严酷、精密，而在最后时刻变得无比荒谬的秩序。大秦这个以耕战立国的黑色巨人，最终死于他自己的傲慢与僵化。章邯作为这场葬礼的守夜人，他见证了帝国从回光返照到彻底断气的每一秒，他尽力了。但在这个崩坏的时代，个人的努力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不过是一粒被卷起的沙尘。秦时明月汉时关，当后人再谈起这段历史，或许只会记得项羽的英勇，刘邦的计谋。但请不要忘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有一个叫章邯的人，曾试图用一双沾满泥土的手去拖住那个正在坠落的社稷。虽然他失败了，但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才是大秦这首黑色史诗最凄厉的尾音。